它拉回的时候，你要先看这一段，也就是说从2018年这个地方一直到最近期的这个地方的高点185.5这个地方，它拉回的时候有没有守1/2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入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们今天要介绍哪档个股呢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电动车的概念股胡联。好，依照往例呢，我们要在介绍个股之前，我们要讲一下产业哈。这产业部分，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的。我们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以未来全球的趋势来讲的话，那电动车就是未来的趋势。那在2022年的时候，它的成长率就高达了68%。以后这个地方呢，随着电动车降价的效应，那个整个电动车的数量还会持续的增加。那从统计资料开始看，我们看2021年到2025年，电动车呢，它的年复合成长率高达了45%。在不景气的现在来讲的话，那这样子的年复合成长率，它的高速成长也造成了所谓的充电需求。那目前呢，全球的车桩标准是2:1，但是各国的电动车的充电桩呢，跟不上电动车的销量，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就是说，未来的充电站、充电桩将出现大幅的成长。好，因为各国政府就是说朝着就绿能发展。所以说，在禁售燃油车的部分呢，分别从2025年一直到2040年之间陆陆续续，所以会带动整个电动车的持续往上。那目前来讲，最积极的就是中国，不过它的电动车跟电动桩的比例只有6:1，跟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2:1这个地方还有很大的差距，就是说显示各国建置充电桩的数量呢，未来的成长空间相对比较大。那要介绍个股之前呢，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我们878投资传承是一个为您做深度分析基本面以及技术面的频道，带您走向富自由的捷径。所以为了表示您对我们的支持，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接下去我们来讲一下胡联这家公司的营运状况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在胡联这个地方呢，成立于1977年，刚开始呢，它是做一些金属冲压的零组件。到了2004年呢，它就涉入了一些塑胶连接器的产品。那到了今天为止呢，它成了汽车或机车界的领导，就是专业的那个连接器商。那除了车用以外，还有跨足到医疗啊、太阳能啊各种领域。那这些就是它的一个产品介绍的部分。好，那很多投资人都会说，连接器这到底是什么呢？它就是我们用了一些怎么样呢？它的金属包括了铜线，还有塑胶粒啊，还有一些金属端子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做成了线材、线组啊，也可以做成连接器，然后后面做成电池模组。好，那我们知道整个产业流程以后，我们就知道呢，当原物料在波动的过程中，包括铜或塑胶粒的变化的时候，会去影响怎么样它品毛利率的变化。好，那接下去我们看一下胡联的产品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胡联产品这个地方呢，有前面我们说的端子是一些金属物，然后接下去呢，我们做成连接器的时候，它外面是不是要有一些塑胶盒？那把这个连接器包在一起。那很多人呢对连接器这个地方都比较陌生，我想大家拿出自己的手机的充电器跟充电线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在胡联的2022年的产品比重呢，它的塑胶件就占了38%，那端子这个地方就占了31%。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连接器这个地方呢，占它的营业比重就相对比较高一点。然后接下去呢，它有出一些包括了汽车的线束啊，还有一些其他产品的线束。好，那我们大概就知道它的产品结构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财务分析的部分。好，在讲财务分析之前，我们每集都会问大家介绍就是有关于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部分。那它可以分作2个结构，第一个结构呢，我们就用损益表上的税后权益除以股东权益，那可以算出一个股东权益报酬率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可以把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地方呢切成3个公式，就是净利率乘以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股东权益的报酬率的变动是来自于哪一部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胡联近5年的财务状况。我们可以看到从 ROE 这个项目来讲的话，它从2018年、2019年这个地方，等于说是2019年这个地方是谷底，然后开始的逐步的往上到了2022年这个地方还来到了18.95%。那我们看一下在它的税后存益率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慢慢的往上做一个提升的动作，然后总资产周转率也是往上做拉升，然后权益乘数这个地方呢也是逐步往上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它的 ROE 的改善呢是来自
于这3个部分，包括了税后存益率、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这个地方，逐年都有做一个增长的动作。那我们未来要观察胡连这家公司的产品变化呢，第一个要注意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，就是说它的原物料的变动，比如说像铜价、塑胶粒等价格的波动会去影响怎样它的毛利率，还有呢在它销售产品盒的变动，比如说呢最近电动车特斯拉那地方在大降价，那在降价的过程之中呢，它也会要求怎么样它的零组件跟着一起降价，所以它的原物料，还有就是说它客户端的杀价的部分是我们要注意的部分，还有就是汇兑损益的变化。像以胡连公司来讲的话，中国市为主要的市场，2022年的话，中国市场就占它比重怎么样？73%。那过去呢，因为受惠于中国市场整体的成长率呢，优于全球的车市这个地方。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2009开始有推出一些汽车购置税的优惠政策，然后刺激怎么样车市的销量。不过呢，现在目前税率已经回归正。那胡连这个地方它所因应的方式就是持续导入新产品，然后提高它的渗透率，让它的营运持续的成长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在胡连的季报表这个地方呢，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它在2023年呢，法人对它的预估10.49元。那今年的获利成长率 % 并不高，可是我们看到在2024年这个地方的 EPS 持续成长，那成长率回到了2成，就是回到13.63%，也就是说回到2位数以上的成长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营运呢，后市还是持续看往上。所以看完它的财务分析的部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技术面约略的走势。那我们刚刚已经提过，就是说今年度呢，受到一些原物料，还有就是说市场这边的杀价部分，所以它今年的获利会成长，但是成长幅度比较小。但是明年呢，会持续恢复2位数的成长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它从2023年这个地方开始，一直到2017年这个地方，它做了1高、2高、3高、4高，接下去呢回档做一个修正，接下去在往上攻的过程中又过高了，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整个是一个大的上涨 N 型，回档以后怎么样 ？N 型再做一个扩大的动作，所以这一波修正完毕的话，那持续就是走 N 型扩大的部分。好，投资人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啦，后面怎么走？首先我们要注意就是说，它拉回的时候，你要先看这一段，也就是说从2018年这个地方一直到最近期的这个地方的高点185.5这个地方，它拉回的时候有没有守1/2？如果有守1/2会怎么样呢？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有守住1/2的话，那业绩持续成长，有机会就走成功上N。如果业绩是比较平稳成长的话，也就是说它拉回如果守了1/2或者破1/2，可是在攻击的时候如果力道不强的话，就会变成正上涨 N 盘涨。那以这家公司目前的营运状况，我们评估呢，未来大概就是以正常上涨 N 盘涨几率比较高。那除非说公司有决策，或者是说整个竞争对手是采取比较大的杀价竞争，这个地方才会出现失败 N 或者是倒 N 型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胡连的部分呢，就介绍到这边为止。那大家一定好奇，那我们下个礼拜要介绍什么呢？我们下个礼拜也是介绍另外一家连接器厂商，所以你要记得收看哦。OK， 那今天的节目到此，那谢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